一个是5000块钱。我操！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关东煮店特别的厉害，但没想到他们家最好的居然是松茸，那非常的不合适。秋天是一个很适合吃松茸的季节，所以今天又去找了一家很好吃的店。又到了吃关东煮的日子了。这家店藏在东京闹市区的一个巷子里，就是那种典型的日本居酒屋，氛围特别好。挑了一个靠窗的小包间，菜品什么的就直接我妈卡塞了。先上的小菜是一碗蟹肉海带，一碗又咸又粘稠的东西。还好第二个上的就是我们的贝类拼盘，这个是我一直都很想吃的翅贝。它好吃是因为它薄切的时候吃起来像海带芽，厚切的时候吃起来又像鲍鱼。然后旁边放的就是鸟贝，这个贝的尖端肌肉特别发达，所以那个地方吃起来特别有嚼劲。然后白色的这个是石原贝，也叫白鸟贝，它的肉质更厚实，吃起来也有一点微微泛甜的感觉。吃完贝类，终于到了我们的松茸。我们现在点的这个是一个1500块的和一个5000块的，好香啊！这个味道。店员说这个是用锡箔纸包着烤的，但其实这个应该是叫蒸吧。虽然它配了一个臭橙，但我总觉得臭橙的味道会把松茸盖住，所以我们挤一丢丢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那个5000日元一坨的，它比较肥大。我感觉自己像在吃肉，不过这东西本来就比肉贵。它这个吃起来最大的感受就是香味极其的浓郁，而且蘑菇的里面好像是吸了一些关东煮的汤，就显得更鲜了。1500块一根的这个就比较小，但是吃起来仍然很过瘾。因为日本盛产松茸，所以卖的比较便宜。怎么感觉自己还下一个菜啊？又是我们的名贵食材老朋友——日本金旗鱼，这是一种深海鱼。这个鱼就是肌肉发达，肉质很嫩，而且脂肪巨多，吃起来贼香。但我依稀记得我们今天是来吃关东煮的，所以赶紧让老板端了一盘上来。第一盘还是老三样：豆腐、鸡蛋、海带。其实这个卤蛋才香，汤汁已经把蛋黄泡烂了，带一点黄芥末，特别的配。拍个封面，拍个封面。然后还是豆腐，怎么那么多豆腐？好吧，这是小葵点的。然后我亲自点了一份，鱿鱼海带啊，年糕福袋，蛋鸭也算呀。现在吃这个包菜卷肉，我趁他不注意，迅速咬了一小口。这家的肉是真多啊，跟一个包子一样。然后是我最喜欢的章鱼腿，感觉好久没吃到这个了，让他来诠释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弹牙。但这个弹的也太厉害了。然后再来一个年糕福袋，外边包的是豆腐皮，这个咬开之后里面塞满了年糕，这都要拉丝了可还行。感觉今天这家店吃的东西比米其林店用的食材还好，是一家难得的耿直居酒屋了。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但是一看账单吓了一跳，这比米其林还贵啊，8.5分。卡玩意儿，家人们，我今天终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鸡肉做的寿喜烧可真的是太绝了，这个比牛肉寿喜烧也好吃太多了吧？为什么我没想到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可太难约了，他家的店长是出了名的谨慎，一有什么事就关店，距离上一次开店已经半年了。所以并不是因为他们家高级所以难约，而是因为老板脾气不好所以难约。すみません。I live this。こんにちは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他们这个房子外面看起来很小，但里面就跟无限城一样，没有菜单，因为他们家只有一道菜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锅了，里面装的炭火。100年前的做法好像也是这样，然后阿姨会帮你做好第一锅，之后就是你自己加肉了。菜就是这些：鸡肉、鸡皮跟鸡肉丸子，还有一些鸡的内脏。简单来说就是阿鸡全宴。想吃甜一点的话，就多放一点寿喜锅料。煮好之前还会给你上2串烧鸟。还是盐烤的好吃啊！这一串是内脏合鸡，鸡心、鸡肝、鸡胗都给你串一块了。那差不多，我们的寿喜烧也煮好了。吃之前还是要打个蛋，其实不打蛋也可以吃，只是就没那么鲜了。我反正喜欢全部加到蛋液里面泡一会儿。我靠，还是好吃的呀！再来一块豆腐，豆腐其实是最入味的。鸡肉寿喜烧吃起来就是特别的嫩滑，又没有和牛那么油腻，特别是裹上蛋液之后，鸡肉的鲜味就全给炸出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来一碗白米饭，用2片鸡肉包着米饭吃。我真的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就是爽到了我的胸腔里。而且鸡肉你很难吃腻，而且就算你吃腻了，再来一口甜葱，瞬间满血复活，然后又可以嗦魔芋丝了。今天这个太香了，真的。锅里的鸡肝也是一种宝藏，你还可以配上鸡腿肉一块吃，双倍的快乐呀！吃完这些就可以下我们的另外一盘鸡肉丸子了，又是满满的一盆。这次我们还多加了一点豆腐，它那个豆腐因为是先被烤过一次，所以吃起来的时候皮还是有点脆的。鸡肉丸子里面还加了一点鸡皮肉末，吃起来会比较油香。还有一个感悟就是，我觉得寿喜烧是介于甜品跟日料中间那个东西。把这些全部吃完之后，阿姨会拿着饭就的那个汤汁，最后再给你包一碗饭，那个饭是真的有点腻，这一碗下去你怎么都得饱了。吃完之后还是想感叹，寿喜烧真的太适合干燥的冬天了，尤其是最近温度。今天这家店太搞笑了，本来它是可以靠它的料理火的，然而风头全部被他们家的男服务员抢走了。带单身姐妹来这家店吃的怕不是怀石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又到了吃怀石的日子。今天是在 ins 上面刷到的这家店，看到好多女博主都在转发，我就带上了我的一个单身姐妹，悄悄咪咪的过来了。对不起，迟到了。我进来之后有个特别大的感觉，就这里的客人都穿得好好啊，然后我们的面前就是厨房，帅哥们就在我们的1米外做菜，非常的静不下心来。好了，不废话了，第一个菜是煎鱼加三文鱼肉末做的串，
然后中间还加了一点紫苏叶，煎鱼的腥味很大哈，但还有三文鱼肉末那个肥肥的味道压住它。旁边这个红色的是彩椒剁成的酱，你可以挖一勺放上去直接吃，就是吃起来有一种微妙的清爽感，其实就是一大坨刺身，然后配上了那个彩椒的味道。第二个菜是这个，长得像油条一样的东西，包了一整条鲶鱼，咬下去之后才发现它其实是炸豆腐，上面撒了些盐和胡椒粉，假装自己是烧烤，旁边配了一杯西瓜汁，就这两个东西都是日本夏天的味道。第一次吃这样的鲶鱼，一口下去感觉包住了整个夏天啊，并没有。第三个菜是茄子跟蟹肉的搭配，这个菜有点好看，它是茄子皮包着蟹腿肉，它还怕你吃不到茄子味儿，还专门在汤里面配了一坨茄子酱，它那个蟹肉裹的这个酱真的非常好吃。下面这个黄色的是蟹黄浓汤，就是你喝进去的时候还有颗粒感，特别的浓。这又是一个高级版的平民菜。可乐饼，它是用黑松露包着一坨用血子肉做成的可乐饼，全是很贵的食材，尝一下什么感觉？吃进去之后有点像那种肉很多的鳗鱼饭团，然后配上黑松露的那个坚果香味儿。这个菜是吃到现在最好吃的一个菜。好，下一个，它看上去只是一碗普通的面，但它其实是下面才藏着惊喜，它下面包了一堆墨鱼籽。帅哥说推荐的品尝方法是先吃一口清淡的面，然后把面和墨鱼籽还有那个贝汤和匀了之后再吃。感觉这个比荞麦面好吃10000倍，它这个面比荞麦面更薄更脆，而且下面的墨鱼籽真的巨多，就是你嗦一口面感觉嘴巴里都是粉粉的感觉，感觉像是一口吃了几万个墨鱼宝宝。下一个菜我很喜欢，它是牛肉配芝士面包，面包里面加的是烤化了的咸芝士，它下面那个是薄薄的一片牛肉火腿，旁边配了一些不知道什么的草。先尝一片这个面包，然后再把牛肉放到那个芝士面包上面，虽然这样一口有点大，但这样一起吃的味道才爽。还好有那个草，要不然真的太腻了。然后接下来上的是主食，玉米浓汤饭和猪肉串，还有一小碗紫苏叶。我觉得它这个重点应该是那个玉米汤，味道真的是浓郁香甜。它这个里面甚至加了一点蛋黄酱的那种，有一点点像那个咸蛋黄的味道，不单单只是玉米味哈，特别好吃。我宣布这个取代了之前的血籽可乐饼，成为了今天的全场最佳。好啦，最后的甜品是雪大福，就是2坨脆饼中间加了一坨雪大饼，大福里面是红豆沙和冰淇淋。这个让我想起了当年我求我妈求了1个月让她给我买的雪月饼。这家店的菜品总的来说还是很有创意的，就是味觉体验大探索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的逼是装足了的。我也总算体验到了什么叫大户人家吃的豆腐。我还想问从什么时候开始豆腐可以这么张扬了，非常夸张。而且这家店很贵，但是又巨多人去甚至周董都来打卡过这家店，所以今天必须拉上姐妹过来看一下。我发现从这儿进去开始到整个院子都是这家店，牛逼啊！接着就是穿和服的姐姐会把你领到包间去，然后路上跟我讲了些我听不太懂的什么园林设计，走了半天才到我们的包间，然后就开始介绍今天的菜品。放眼望去，基本上就是各种菜配豆腐。第一个前菜就很精致，小姐姐也会跟你讲为什么会这么搭配。比方说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就是豆腐跟海胆，说是海胆可以衬托出豆腐的香醇不过确定没有说反吗？这个吃起来一点都不像豆腐，它像蛋花，不过还挺好吃，主要还是海胆好吃。旁边是一坨红薯加一根炸虾，这个碗里面装的是葱、番茄和一片烤鱼，就越吃越饿。这个荷叶卷的东西更可爱，打开之后里面是一个三文鱼寿司，还有一点叶子的香味，就特别的清新爽口。接下来上了一笼烤豆腐，这个的吃法也很简单，就是直接卷着葱吃就可以了。最开始是咸甜口味的酱汁，然后就是烤豆腐独特的那个油香，而且它里面还有一层薄薄的嫩的豆腐，所以吃起来很有层次感。吃了油的东西之后再来一份生鱼片，考虑非常周到。这个白色的是血子，是一种鳗鱼的近亲，比鳗鱼的肉更嫩，不过味道会淡一点，所以更适合蘸酱油吃。然后我想你们这会儿应该也到饭店了，这是紫苏叶的花朵，没什么味儿，就是好看。这个好像是某种鲷鱼，蘸一点酱油特别爽口。接下来是一盘茄子，上面是萝卜泥和小虾，然后上面那个虾是甘甜的味道。茄子吸满了下面的汤汁，然后又是一个豆腐名物，这道菜叫豆水豆腐，然后这个豆腐巨扎实，厚实的不行。旁边那个小绿芽是纯菜，就整个这道菜吃完你会觉得很清凉。我其实还挺喜欢这个。接着终于上了一份荤菜，炭烤和牛，还不是煎的，一端上来那个烧烤味巨浓，特别香，淋上一点烤肉汁更好吃，表皮酥脆，但里面还是嫩的。然后又是一份主食，叫银鱼饭，就是镰仓里面的一种小鱼，煮熟之后就是白色，吃起来其实是一种草的味道，米里面是有油的。然后最后的主菜是一锅很浮夸的豆腐，那个白色的汤其实有一点像豆浆，但是比豆浆更稠，味道更浓。然后豆腐的口感特别好，先是 Q 弹，然后会一下化开，那个豆子的醇香特别美妙。最后的甜品还是豆腐，有点香草的味道，然后还上了一份枇杷果冻。最后我们吃了这么多，这家店总体来说豆腐确实很特别，但是值不值这个价格呢？你们说了算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